去年秋天回国，回程在台北玩了2天。因为我在中华民国故都南京出生长大，对台湾和民国总是很好奇。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2天台北游的风景和感受。我们坐东方航空的航班从南京禄口机场起飞，2个小时以后降落在了台北桃园机场。从舷窗望出去，一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子，清楚地告诉我们台湾到了。台北的公共交通很发达的，一般都是在便利店或者车站买一张悠游卡，充值以后可以坐公车、捷运，就是地铁，还有不少景点门票和商店都可以用。我们因为时间紧迫，打了个 Uber，直接开到酒店，45分钟车程，台币1400，大约40几块美元。酒店房间中规中矩，没什么惊艳的，就是墙上这几幅字画，感受到了些传统中华文化。放下行李，2个吃货就直奔晚上的主题饶河夜市。从人气角度，这个饶河街夜市可以说是夜市界的天花板了。摩肩接踵这个成语用在这里太合适了。一进门就是网红胡椒饼摊子，排着长龙队伍。不过胡椒饼团队流水化作业，效率很高，没2分钟就拿到了热乎乎的鲜肉胡椒饼，咬一口酥脆咸香，很满足。紧接着再来个郭台铭同款的章鱼烧，味道也不错。毕竟年龄不饶人，一顿胡椒饼、章鱼烧、臭豆腐、藕啊煎、地瓜球操作之后，已然塞不下了，只好洒泪惜别饶河夜市，下次空腹再见。出来到旁边的妈祖庙逛了一下，还装模作样掷了几下杯角，看看来年能发大财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们决定先去象山步道走一走，据说那里是看台北101的最佳地点。但是这里郑重提醒想去的同学们，一定挑个凉快的时候去，因为说是15分钟的步道，其实肯定不止，而且一路爬陡坡，5分钟后就已经出汗湿透了。不过观景台上风景真不错，看101大楼还有台北市容，确实没得说，还是值得付出一些汗水和膝盖的。其实象山只是热身，今天的主要任务是台北故宫博物院。早就听说台北故宫的藏品非常多，70多万件藏品根本展不过来，隔几个月换一次，每次只能展几千件。当然，这个故宫比北京故宫规模小太多了，毕竟它只是个博物馆。因为很多东西是从北京故宫紫禁城来的，所以有个故宫的名字。感觉这个故宫里面的导览图可能是去过的大博物馆里最清楚的。我们毫不费力就找到了3大镇馆之宝的2个，翠玉白菜和毛公鼎。可惜那块肉形石在嘉义的南院巡展没见到。另外还看到了无数历史课和语文课学过的名家字画，还有各种瓷器、珠宝。一共逛了快4个小时，反正最后感觉就是不虚此行，还有自己的文化水平太低，认得的字儿太少。台北故宫的外景也很值得一看，参观完之后可以从正面出来照照相，然后一路走下来到这个天下为公的牌坊打卡。作为南京人的我，这个场景就很神奇了。南京中山陵就有个类似的博爱牌坊，而天下为公4个字就在博爱坊后面不远的陵门上。下一站我们来到了忠烈祠，这里其实不是个打卡的景点，我们是因为老婆外公家里有当年的抗日烈士牌位在里面才去参拜的。去过之后感觉作为中国人其实很值得去感受一下。整个建筑群庄严肃穆，传统的黄色琉璃瓦大红漆柱，两边2排青天白日旗烈烈迎风。进到内院，两边分别是文烈士祠和武烈士祠，都洒扫的整洁干净。里面供奉着各个时期死难烈士的牌位，每个整点的卫兵换岗仪式值得看一下。这里给大陆长大的朋友们分享一张武烈士祠里面拍的介绍，另一个视角看同一个人，不做评论。从忠烈祠出来，心情有些沉重，总是想起一句相煎何急。下一个地方又是个打卡圣地了，圆山大饭店。
作为国宾馆级别的酒店，圆山大饭店又挺亲民，不但老百姓都可以订房，就算不是客人也可以随便参观。当然订房也不容易，我们就没订上。圆山大饭店1952年开业，建筑雄伟，里面古色古香又富丽堂皇。因为是建在一个小山上，非常醒目，从高速路或者高一点的建筑上都可以看见。我们就在里面转了一下，然后到外面眺望了一下台北的远景，已经很满足了。不过要是有机会，应该在里面住一下，尝一下国宴级的餐厅，再体验一下那个逃生地道。圆山饭店给我们的印象太深了，我们回到家里又复习了一遍李安的《饮食男女》，就为了里面圆山大饭店的镜头。转眼又到了晚饭时间了，吃什么呢？没啥好犹豫的，又去了个夜市，临江街夜市。这里人气比饶河夜市稍差一点，可能也是因为是周一吧。又是一通乱塞，最后尝了个冰豆花，又是郭台铭同款。为了选举，郭台铭去年也是够拼的。第3天的行程主要是逛台北市西边，包括中正纪念堂、西门町、总统府，还有酒店旁边的台北101。一大早我们就赶到了网红店青岛豆浆，点了餐，然后拎着烧饼豆浆走到了中正纪念堂旁边的长廊，解决了早饭。中正纪念堂气势不凡，坐东面西，遥望大陆，和对面的自由广场遥遥相望。这个自由广场的牌坊上面原来写的是大中至正，2007年陈水扁政府去讲话改成了自由广场。本来中正纪念堂也改成了民主纪念馆，后来马英九又改回来了。纪念堂广场南北两边分别是国家戏剧院和国家音乐厅，也是传统的黄瓦红柱，挺漂亮。中正纪念堂里面是蒋中正的坐像，后面和两边墙上都是蒋公生前语录，前面一左一右卫兵守护。有时间的话可以下到下层参观，有图书室和展厅。一圈逛下来，蓝白的围墙牌坊就想起中山陵，红黄的建筑就想起故宫，总是感觉似曾相识。其实整个中正纪念堂园区就是个大公园，我们来得早，没有什么游人，倒是有不少晨练的台北人，自然也少不了跳舞的阿姨大妈们。和大陆唯一不同的就是他们放的不是凤凰传奇，而是邓丽君的老情歌。我们下面的目的地是西门町，走过去半小时左右，顺路可以看看总统府。总统府大楼很低调的立在街边，没有啥高墙围栏，门口倒是有几个端着枪的卫兵，不过比起中南海和白宫，那都是非常亲民的了。里面是可以参观的，我们时间有限，就略过了。西门町其实热闹的时间是晚上，我们上午11点左右到的，也有不少人。前前后后左左右右逛了一圈，可能攻略没做够吧，感觉没什么经验。最后买了几盒凤梨酥，打车回酒店了。在酒店休整回血之后，到旁边小巷吃了碗著名的牛肉面，然后就去打卡台北101了。这个台北101名气很大又显眼，在台北走到哪儿一仰头好像都能看见，是挺漂亮的。这个建筑底下是个巨大的 mall， 上面是写字楼，地上101层，所以叫台北101。这座台湾第一高楼还曾经位居世界第一高，长达6年。第89层是室内的观景平台，这里强烈推荐一下这个观景平台，台北市容一览无余。尤其是在台北逛了2天之后，在这个平台基本上景点都能看到。我们俩转着圈拍了不少照片。下到台北101的第88层，可以看到大楼的阻尼球，600多吨的个大实心球，用来抗风防震的。我们第一次知道摩天楼还有这个高科技，挺有意思的。从台北101出来，5分钟就可以走到国父纪念馆。路上还路过台北市政府和议会，我也是回到家才知道，市政府楼是可以进去的，甚至可以去吃他们的员工餐。国父纪念馆是纪念民国国父孙中山的，
和中正纪念堂差不多，馆里面有孙中山坐像，还有展厅介绍孙中山的生平和著作。别的没什么特别的，就是看到那份孙中山手书的黄埔军校训词，挺有感触。南京东郊灵谷寺附近的无粮店的墙上就有这几句：三民主义，无党所宗，以建民国，以进大同，等等等等。这个训词后来成了民国的国歌，小时候我经常去无粮店玩，都会背了。2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。说实在，台北没有什么特别惊世骇俗的景点，高楼大厦也没有上海、纽约那些地方牛叉。但夜市、故宫博物院、圆山大饭店、忠烈祠、中正纪念堂、国父纪念馆、台北101，每个地方都很有内容，很有特色。到哪里都能感觉到一种低调但有力的现代和传统的结合，挺符合我这种不讲面子、专要里子的人的胃口。我在南京长大，又漂泊海外多年，去台湾之前还有些忐忑，不知道会不会失望，台湾人会不会友好。去过之后发现纯属杞人忧天。如果要形容这2天的感觉，就像是喝了一杯温热的红茶，不是很甜很鲜，但暖胃暖心，很舒适。听说过的台湾的岁月静好、温良恭俭让、小确幸，原来都是真的。接触到的人都礼貌温和，走到哪里也都很安全。如果实在要找槽点，那就是对某些台湾小吃有点小失望。臭豆腐和豆浆烧饼还真不比大陆的强。牛肉面也要小心，一定要找评分高的。这一家酒店边上的炸鸡很不错。我们在圆山饭店附近吃的那个面，老婆婆人是真好，面是真坑。不过这点小瑕疵都不重要了。这次来去匆匆，略过了像士林官邸、龙山寺等好些想看的地方。台湾还有其他很好玩的地方，阿里山、日月潭、太鲁阁、九份、高雄等等等等，所以我们肯定还会再去的。好了，谢谢观看这一期视频，如果喜欢，请订阅我的频道吧。